是莱恩，欢迎收看极光片语。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幅我个人最近使用率比较高，然后算蛮喜欢它的画风，推荐给一些有莱德韦特基础的朋友们。那这副牌卡叫做 Everyday Witch Tarot，中文翻译叫做日常女巫塔罗。那就我查到的资讯，这副牌卡是在2017年由鹿林月亮就是这个有月亮符号的这个出版社，它位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是由他们出版的。那这副牌卡呢，它里面有78张牌卡，然后包含了264页全彩的书，所以当时收到这副牌卡的时候，其实蛮惊喜。一方面觉得它其实是有点重量，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轻巧型的人，可能就会对这样子的重量感到有点不适，因为如果你要外带出门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麻烦。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如果买这副牌卡的朋友，需要再自备一个外出或者是你放在家里方便的那种小袋子。像我个人是使用这样子的小袋子。如果是每天要使用，就是使用率比较高的话，这样子的装袋方式会比较方便使用。当然还是看个人，如果是一个比较收藏家，或者是你觉得牌卡就应该要放在它原本该在的位置，就还是物归原位。对，好，那让大家看一下这副牌卡的每个角度，就是我觉得很精致，真的是很像一本童话故事，而且是我个人觉得是像差不多有魔戒的这个厚度吼。好，那就迫不及待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看内容喽。盒子是设计一个磁扣的方式。我觉得它的印制也是很有巧思，它在很多的星星当中，其实看得到有些小猫的脚印在这个角落，很可爱。这边也介绍一下，这副牌卡的作家是 Deborah Black， 画家的部分是 Elizabeth Felba。如果对他们的其他作品有兴趣的话，在 Amazon 上面也可以找到。那就翻几页给大家参考看看。这是2位作家的本人照片。那上面也对于新手，还有对于怎么样使用这副牌卡，都有做一些简单的介绍。OK， 比方像我现在随意的翻到一张 The Sun 太阳牌，就是一张很明亮、开朗的感觉。那这边就是 Let the sun shining， 它其实就很简单明了的去呈现这张图的感觉。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通常每一张牌这里会有一个 things to consider， 就是换个角度去想的一种感觉，它会给你一些提示，给你一些建议。这本书的最后呢，也是像一般的塔罗牌卡，他们会有一些作者推荐的牌阵。那像这副牌卡的话，它推荐的就是1张牌阵，还有3张牌的牌阵，以及凯尔特十字，它蛮清楚的去说明每一个位置它对应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如果对这个牌阵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也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蛮详尽的说明。介绍完导览书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牌卡咯。那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很贴心的，用这种绳子让你可以方便拿取。在这个导览书里面其实作者有特别针对正逆位的部分，用他自己的见解提到说，他个人其实不是很喜欢，或是也可以说他不太常使用逆位，所以他在设计这副牌卡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只有用正位的方式在设计。另外也有提到一个状况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很熟悉逆位，或是
你认为在用逆位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疑问。当然，它这副牌卡也是可以正逆位的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分别用星际种子神谕卡和莱德韦特的迷你铁盒版来比较一下它们牌卡的大小。那可以看到，日常女巫这副牌卡大概是介在它们2副牌卡的中间。那在厚度的部分来说，我觉得，它没有像星际种子这么厚，然后跟这个迷你版的韦特牌比起来呢，我觉得是有比它再稍微厚一些。然后洗牌的部分，我个人认为都还蛮顺畅的。然后如果说你平常是在桌面上洗牌的话，我个人也觉得是不会很难推，算是好洗牌的一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一的看看它每一张牌卡的样子咯。在愚人牌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女巫张开双手，好像要迎接她的新的旅程，展开她的冒险。后面还躲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再来是魔术师，他正在利用这4个元素创造一些东西。再来是女祭司，我觉得他这副牌卡比较特殊的部分是它融入蛮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元素，比较贴近现代。再来是皇后牌，象征多产丰盛。再来是皇帝。再来是教皇，我觉得他用蛮特殊的方式在呈现教皇这种有一些教导的含义在当中，然后是一个比较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一种层次。再来是恋人牌，我看到2位情侣，他们十指交扣，然后连猫咪这边也出现了小爱心，非常可爱。再来是战车，力量，隐士牌，有一种在修行的感觉。再来是命运之轮，可以看到它是用抽抽乐来代替一般充满神秘学的符号，然后这边还有2颗骰子，非常符合这张牌的含义。再来是 Justice 正义，再来是倒吊人，可以注意到他手上有一把钥匙，其实是可以打开上面的锁。死神，这边的死神跟我们时常看到骷髅头的那种死神有点不一样的形象，然后这个绳子好像快断掉的感觉。那门的部分也有特殊的安排，大家可以自己观察看看。再来是节制，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饮食上面有一些节制吗？没有节制，但是呢看得出来他有试着想要让这2边做一个平衡。对，节制有一个平衡调和的意思。来了 Devil， 这个人好像要引诱他们做什么事情。再来是高塔，再来是星星，充满希望的一张牌。月亮，看到这个倒影，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不安。猫咪呈现了这个恐怖的感觉。
太阳一个很欢乐的气氛，代表成功胜利。审判也跟一般传统的牌意有一些不同，它是一个很轻快的吹着曲子前进的，算是旅人吗？再来是大阿尔克纳当中最后一张牌世界，感觉这阵风又要将它带到下一个旅程去了。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可能会有不断的循环，让我们在这个循环当中继续的成长。好，以上是大阿尔克纳的部分，再来就来看看小阿尔克纳咯。接下来是小阿尔克纳的部分。那我这边的排序方式就是当初收到这副牌卡的时候，出版社是先宝剑牌，再来是圣杯，再来是权杖，然后钱币这样的方式排序。首先是宝剑的元素，宝剑1，宝剑2，宝剑3，宝剑4，看来他累了，所以他正在休息。宝剑5，这些女巫们可能正在为一些事情争吵，有人难过的哭了，有人在抱怨，有人好像得胜了，有点沾沾自喜的感觉。宝剑6，看起来这阵风要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宝剑7，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使用他的诡计。宝剑8，看到一个被困住的女人，可其实她是有能力走出这样困境的。宝剑9，猫咪正在安慰他，然后很多的宝剑让他感到思绪的混乱、焦虑不安，但事实上可以看到这个窗外有黎明又升起来了，代表事情都会好转过来。宝剑10，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攻击他的人绕跑了，猫咪也正在保护它的主人。宝剑侍卫看起来是一个好学，然后刚起步的一个年轻人。宝剑骑士，勇往直前的冲，这种感觉。宝剑皇后，一个很有智慧、睿智的一个成熟女性。再来是宝剑国王，这边可以看到宝剑国王跟宝剑皇后的猫都是白色的，不知道白猫跟黑猫有什么差异。我的感觉，白猫可能是象征比较成熟。再来是圣杯1，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圣杯里面的水就代表情感已经满溢出来了。圣杯2，跟心爱的人一起共度下午，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日落，共度一个美好的夕阳。连这个猫咪都说：“我的鱼让给你吧。”表现爱意，愿意付出给予。圣杯3，很欢乐的庆祝。圣杯4，可以看到这个男人有点困扰，在烦恼他自己的问题，以至于他都看不到他旁边有这个新的机会，或者说正在关心他的人。圣杯5，他正在为他3个失去的杯子感到失落，
其实还有2个杯子在桌上哦。圣杯6，一种给予付出的行为。圣杯7，可以看到这个女巫她有一个犹豫不决的感觉，她不知道这么多的好东西，她要选择哪一样，有点选择困难这样。圣杯8，她要去进行下一段她想要的旅程了。圣杯9，她感到心满意足。圣杯10，一个很欢乐、和谐的家庭氛围。很喜欢他这张牌表现出来的色彩。再来是圣杯侍卫，一个很有创造力、想象力丰富的一个小男孩。圣杯骑士，可以看到他愿意付出满满的爱。圣杯皇后，圣杯国王，后面还有一个美人鱼。权杖1，权杖2，他正在观望未来的情势。权杖3，已经开始行动了。权杖4，庆祝的感觉。权杖5，感觉内部有一些小小的纷争。权杖6，代表一次胜利，很多人在为他喝彩。权杖7，有一点面临挑战的感觉，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没有放弃。权杖8，这些权杖飞的到处都是，应该是用很快的速度，所以也是符合莱德韦特的传统牌意。稍微不同的是，这个女生的表情是感觉像这个不像是她原本预期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权杖9，看起来是刚刚跟敌人打过一仗，还在一个防卫的状态。权杖10，好重哦！权杖10看起来就是很沉重的感觉。权杖侍卫，他应该是要走向他的冒险旅程。权杖骑士，权杖皇后，一个很有自信的成熟的女性。权杖国王，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谋略，然后有行动力的人。再来是钱币牌主，钱币1，钱币2，他在跷跷板上正在做一个平衡。钱币3，同工合作的感觉。钱币4，看得出来他紧抓着他的财富。钱币5，在困难当中前进。钱币6，钱币7，钱币8，钱币9，看起来非常的享受他的生活，
还有红酒。钱币十是一个美满的家庭。钱币侍卫，钱币骑士，钱币皇后，最后是钱币国王。以上就是我对这副日常女巫塔罗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方式，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按赞、留言、开启小铃铛。祝福大家一切顺心，我们下次见喽！